之前一直都挺好，直到后来上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想去考大学，然后他就说别考了吧，就去上班吧，然后他就去上了大学，然后就矛盾就越来越多。他喜欢上网，平时爱玩一些炫舞吧还有劲舞的游戏，他在上面喊什么老公什么的我都不介意。可是慢慢的他跟那个人有了感情，有一回朋友聚会，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，后来发生了关系。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这件事儿，被他知道整天就是闹死闹活的，有时还吃药割脉什么的。我对人生一下子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他那样我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想过自杀的念头。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但是毕竟10年了嘛，然后很难割舍。如果能步入婚姻殿堂的话，我希望他对我的信任感还像以前那样。10年的感情，中间充斥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段感情里还留下了一些什么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有请。男主人公张龙，23岁，天津酒店服务员，学历本科，年收入4万元。女主人公杨远，22岁，来自天津无业，中专毕业。来，有请，得请两位。23， 22。可是你们谈了10年的恋爱，其实也就是小学这阶段，或者初中1年级左右。是谁追的谁？是我。你这是早点啊！你怎么追的呢？缘分吧。14岁就懂缘分。缘分真可怕啊！他应该坐这个位置，情感专家。对。你怎么敢呢？写纸条。爱的力量。爱的力量。给他买早点，送他上下学。那天起得特早，然后在他楼下等他。我是几点？5点多就起了。5点多钟就在楼下啊？那怎么着也不敢喊是吧？喊吗？不能喊。那阵还没有手机。不能喊。哦，不能喊哈，偷偷的，声音的不要。我记得有一回他病了，然后那阵没有也没有手机什么的，我一直等，都等迟到了。啊，等于他生病没上课，你也没上课。对，但他不知道我在楼下。你后来还上了大学？对。你怎么是个中专呢？我毕业了就没上大学。为什么呀？觉得他上就行。那阵时候心里就是想说这辈子就跟定他了，就觉得他去上学，然后我就上个班工作吧。哦，就是这个男孩子能读大学了就可以了。他去帮我完成大学梦想。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想法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在你们的情感生活里出现了坎坷了？也就是在小片里我们看到的，你在网上开始跟别人好。也不算好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上了大学嘛，然后认识朋友越来越多，就开始不回家，然后也不联系我。他变得跟你若即若离。对，然后我也是自己空虚吧。啊。然后就想上网。啊。然后就想找人聊聊天之类的。啊，聊了。聊到什么程度呢？类似网游戏，然后有一个老公。就是你在网络游戏上的。你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老公了。对。伤心吗？挺伤心的。可是那个是我告诉你的。我觉得如果我不告诉他，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儿。我说我现在在玩游戏，我说因为你也总不在我身边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挺无聊的。然后当时他也没说什么。然后可是事后一怎么样，他就把这件事拿出来说。按照这个小片拍摄的脉络和我准备的材料看，是因为他先在网上叫了某些人老公之后，对，你就出轨了。也不，他不止一回。他只是玩就是这个网游这一块虚拟世界啊。慢慢的他把这事儿好像融入了我们俩的现实社会之中。什么意思？他感觉那个人好像工作比我好一点。
岁数大，还有工资高，家庭条件好。他开始拿那个人跟你做比较。对。电话通过吗？通过。也就算天天通电话，根本就。然后你就很伤心是吧？对。为这事儿据说就开始喝酒了是吧？喝多了好几回，有一回最重的时候是都去抢救了。你怎么没喝死呀？差一点。感动你了吧？没有，觉得他没用。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。你傻对吧？是又不是我跟人家我都跟他说了，然后我们也不是真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他说那个是因为吵架，两人吵架有的时候不定就是说出什么话，他肯定也说过类似什么过激的话。我感觉他永远好像长不大。先别说他，喝完酒以后你就出轨了是吧？那是一回聚会。我喝的也比较多，反正神志有点不太清楚了。神志都不清醒了，还能出轨？这是骗鬼哦。有点乱。后来呢？有一回他看空间，有照片，后来他就问我。你们还拍了照，然后呢？然后是那个女生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干嘛呀？告诉我有她的存在吧。那个女的总在逼我，说让我跟她散。我跟她在一起。我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她说过，我不可能。就是你一边跟她说，哎呀，反正我离不开她，一边又享受着那个女人的对你的好，是吧？因为她不管我抽烟喝酒，还有跟朋友聚会，她管，相当的管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想法是，你那都是虚拟的，没真实发生，而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，是，所以对你的伤害比较大，是。于是这个姑娘就做了一系列的事儿，我给大家看一些东西啊，这是自残的照片是吧？你对着照片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。知道了他们整个过程的那一天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了，已经。就是想自己疼，越疼越好那种。这是拿刀划的哈。摔碎的杯子。摔碎的杯子。疼吗，姑娘？当时不觉得哈。我觉得就是没有心疼。我感觉他挺极端的，一有点什么事儿，就好总在拿生命来威胁我。有一回他还吃安眠药。然后给我打电话，把我去了，然后。我把药给吃了，我拿过来给吃了。他要死，你把药吃了。对，吃完然后我就晕乎睡过去了。他没吃药。对。你吃药了。争吵以后，我把药吃了。我特生气今天。我说你为什么总要拿生命来开玩笑？他吃药你不害怕吗？我那个时候心想死了算了，死了才好。后来没送他到医院洗胃什么的。他睡了一觉，转天白天就好了。你吃了几片啊？12片，还就着2瓶啤酒。对对。还就了2瓶啤酒。对。感觉反正转天早上醒的时候啊，就好像平时熬了一宿睡觉才特爽。然后后来我们俩都怀疑那个药是假的。这应该就平静了吧？该死都死过了。没有。那我们再听着接着他们怎么做啊？也没怎么做。他跟我说就是不会再联系他了。然后4天之后我才发现，这4天里只要逮个空儿，他就跟他在一起了。从那天开始就是不吃饭。绝食。就不是自己想绝食，是真的觉得堵得慌，然后。厌食。那你怎么又吃了饭了呢？他劝我吃。我比较会哄人。你哄一个我看看你是怎么哄的。宝宝吃饭吧。反正挺恶心的。我说是我错过，我以后会对你好。我不行，你也可以找一个，1对1。我就每次都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伤人，他的心里就是在想，我错过最好是你也错一次。扯平。你怎么想？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一个男人睡一觉，然后才能把这件事给扯平了。可是你天天你根本就不理我。我怎么理你呢？
天天总是我在问你。那你当时可以跟我分手啊。你把话都跟他说了。那你当时可以跟我分手啊？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，然后还要跟我在一起？我就觉得这样很伤人啊。他现在跟那女孩分手了吗？分了。真分了啊？真分了。什么时候呀？就是他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女的说。你又说谎。那天并没有。你说跟他分了之后你们不还是见面了吗？我现在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不信我，没有信任度，根本就为零。据我所知，昨天深夜的时候你们大吵一架是吧？对。你彻底不想跟他在一起了是吧？是，我就觉得一个男人他说到的就应该做到，要不然就别说出来。他哪些事儿说到没做到？就是要跟那个女的分手没分手是吧？就这是其一件事儿，就另一件事儿就是他觉得出去喝酒啊什么是应该的，总是有些朋友没完没了的给他打电话，就是今天喝完了，隔了2天又打又根本不理解我。道你的苦吧。上学不许跟女同学说话，一句话也不可以，就连打招呼也不可以。QQ 号里头不可以有一个女生。电话里也不可以有。这么看也没看住你啊。他有时还特小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。我跟朋友，我下班晚一点，因为然后8点开始吃了饭，他就说你一会儿9点就回家，他就光给我打电话。我说菜还没上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说朋友会怎么想？然后他和我吵，最后然后他就从我家走了。你走无所谓。你哪怕回家或者去朋友那儿，让我知道，我晚上也可以去接你。他就偏去那种像那种，河边特黑那种地儿。像那种废弃的工厂什么，他就爱往那种地儿跑。对，觉得那儿相当危险，那是。特危险，我感觉。我觉得那儿特安静。你要干嘛去啊？我就觉得特安静，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倍儿旷。你找得着吗？找不着。还想好好过。急得我都疯了，昨天。后来呢？后来睡着了。急得疯了，后来睡着了。因为这一天上班太累了。这次没睡太累了，你怎么知道出去喝酒？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接你去，我说你赶紧回来，知道吗？他就不。你为什么不希望他聚会？因为一聚会嘛，大家都知道又给喝酒，然后他每次喝完了回来都喝到吐。我要是给他打电话晚接了一会儿，我就在想。是不是又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出现了？真会想啊！就是在等的那个过程中，然后我就在想他又该干嘛。听他们的故事，大家一直在乐，但是其实这个乐背后有一些苦涩。他们说的一些事情，在很多的情侣当中都有发生，只是没有这么极致。我不知道专家是怎么看的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一对国宝，熟悉《爱情保卫战》看多了这个节目的人，应该知道赵传老师的处事风格。当赵传老师要夸奖谁的时候，谁离倒霉就不远了。相同的，相同的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牢牢地抓住对方的时候，离分手就不远。这两个人过高地估计了彼此对这段10年恋情的忠诚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。所以就拼命的折腾，但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是不要太把自己当人，也不要太把别人不当人。谁离开了谁都能过，折腾的遍体鳞伤之后，依然是依依不舍，何必呢？我说完了。你就直接给俩字儿嘛，分手吗？我说不分手，你没听明白我意思？不分手当然是不分手了。涂老师的意思是怕他们俩分手了，再去祸害其他人，所以涂老师不让他们分手。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啊。但说实话，我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《死了都要爱》。我觉得他们俩真是死了都要爱，而且爱的是以折磨对方为快感，以折磨自己为痛感，然后这样互相折磨着，享受这个。不能说10年恋情，享受这4年恋情或者近2年的爱情。我相信其实他们两个之前从初中到高中太浪漫太甜美了，而且你就想一个羞涩的小男生在那房子底下等一小姑娘，等到1天都还没有出现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浪漫。但是真的这2年当他们成熟的时候，
他们现在两个人做的事情，唯一的事情就是我要伤害你，以伤害你为目的得到你的关注，以伤害你为目的得到我想知道的你的爱情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不如分开更好一点。分开以后，也许我们会更懂得爱到底是什么。10年对于他们两个也好，还对其他人也好，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啊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如果问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今天还走在一起，因为10年。为什么不能分手？因为10年。是10年把你们俩紧紧拴到现在，但是我看到的是，你们今天已经把10年的感情都耗尽了。相爱，但又不懂得相爱的规则，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给两位的建议就是，忘掉10年，重新恋爱。我跟周老师的意见完全相左哈。周老师是要分手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状态最好是分手。如果再在一起的话，彼此伤害更深。而且他们两个都不懂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敢说自己懂爱。你敢说吗？我不敢。对呀，你凭什么说人家不懂爱？但是我认为，至少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，10年是不分手的原因，也是分手的原因。如果要忘记这10年，对于谁来说都是特别痛苦的事情，谁都逃不过曾经沧海。你们俩要是分手，你也找不到哪一个能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如此的能够肯定自己、强化自己感受的人。所以我认为还是你们俩好吧，不管你们是不是分了就祸害别人，我依然认为你们这对活宝是最配的。你离得开他吗？说实话，啊，你愿意娶她吗？愿意。啊？我愿意。大点声。我愿意。你愿意嫁他吗？你愿意吗？他还挺会撒娇的嘛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他呀？因为他说话不算话。啊？因为他说话不算话。啊。接着问，你愿意娶一个天天限制你自由的女人做妻子吗？应该是不愿意，但是为了。但他不就这样吗？那你干嘛说你愿意娶她呢？但是为了他，我愿意，可以把我的个人空间全舍。你对着镜头跟你那些哥们儿说吧，你说呀，我老婆不让我出去喝酒，从此之后咱不喝了。来，我以后不喝了。好，不是，敢说就敢做，以后就不喝，不跟谁喝也不沾，不跟谁喝，谁都一样。你们俩要结婚的时候，人家说新郎官你喝杯酒，你说我以后不喝了。那不对，你不喝了。结婚时候那里是水。啊，这你都知道哈。研究了一下。你跟朋友们说呀，被灌多了。说哥们儿，以后我主要任务是陪老婆，你们别怪我，我怕老婆。来，说兄弟们，以后别说了，别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对杨爱，不好意思，以后一滴酒我也不再沾，说到就做到。张龙有一句至理名言，这听老婆的话有肉吃，真的，听人劝吃饱饭。哎呀，都懂哈，太懂，乐了哈。这男人能嫁吗？还是不能啊？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呢？让我们进入踏浪旁观者清。啊，你是小杨的朋友是吧？嗯，对，我是他的妹妹。什么妹妹啊？是我的亲妹妹。对对，是我哥的亲妹妹。但是我站在姐姐这边的亲友团。你为什么站在那儿呢？因为我觉得哥哥这回做的是真的过了。啊。要是换另外一个人，我估计早就不跟他了。哦。但是又出于。因为他是我亲哥哥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从我的观点，我从小就是看他们俩搞对象时，他。你从小就看哈？和啊，你接着说。反正我的观点是，就是想让他们俩结婚在一块儿。不管他们自杀还是干嘛，你都支持他们。我也是那句话，他们俩祸害对方，但是父母就是在我们家。就是不要祸害我们父母就好了。啊，现在那意思已经祸害到你父母了是吧？他们俩打架，毕竟也影响到我们父母。啊，我们来连线你的父亲哈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是张龙的父亲吗？对。
哎，张荣你好啊。哎，你好。对小杨这姑娘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这孩子倒是挺老实的，知道吧？挺老实，不过呢，有点好像孩子气。要是您儿子把她娶进家，给您做儿媳妇，您乐意吗？我认为尽量慎重一点考虑一下，不要毛毛草草的这个将来定自己的事儿。将来如果是在某个方面俩人还是这种家，现在搞得像以前家的一个这种脾气秉相，我认为那就不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他们俩要结婚了，您还挺为他们担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实际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他许了那么多的承诺，你都说我不嫁给他？什么让你那么铁心？你告诉我。他们家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也是独生子嘛，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进入家长的意。如果你跟他分开了，你会恨他吗？我会有一点。你会说他耽误我很多年吗？会。如果他未来比你生活的幸福，你会恨他吗？不会。会恨自己吗？会。说我放开了一个挺好的男人。不是，因为我恨自己是觉得给他幸福的不是我。哦，没做好是吧？通过今天的节目能长大吗？只有真的长大了，可能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，你们生活里的幸福和甜蜜就会多一些，供你们参考。下面进入黄金60秒，请表白。以前的错我都知道，真的，但是你永远在我心里是第一位的，从来没有排在第二的时候。我为了你，我可以学做饭、洗衣服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你说不让我去朋友聚会无所谓，可以；不许喝酒可以，我都可以做得到。但我就要求一点，你的对我的信任度还能回到以前那样。不要我上他班的时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又跟女同事说话了？我感觉很可笑的。但毕竟经过10年了，为什么不努力？我可以从镜头，主持人，我问你一下，可以从镜头表白一下吗？快，没时间了。我只是想跟朋友们说一声，以后聚会白天找我，酒我再也不喝。小杨，我就是觉得那件事儿对我伤害很大，然后只要一吵架，我就会想起那件事儿，所以就是这点我没办法原谅。但是我只是希望，如果真的待在一起，你可以聚会，可以出去，但是我希望不要那么晚，不要喝那么多，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。然后还有你家里，我一直在努力这2年，自从长大以后我明白很多事儿，所以我也在努力之中。我也知道你父母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，但是如果真的在一起，我希望他们能重新看待我，然后重新接受我，就是这样。表白完了？好，回去吧。请关门。2个人的10年，这里面有多少的甜蜜？2个人的10年，这里面有多少的痛苦？我们今天是帮他们拉开了伤口，看一看问题出在哪。真的要解决问题，还是他们自己。对于这样的爱情，你们觉得他们应该分手呢，还是继续走下去？请表决。64.71%的朋友选择了希望他们能够订婚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一起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
不是爱你爱你，不去不理，不在意，云无言多少风雨，不是爱你爱你，放在一手。抱抱嘛。灿烂的幸福全给你来。这捧多多了吧？不错。牵他的手到中间来。真的想好好过啊？真的想好好过吗？想。爱他。爱。你爱他吗？一辈子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给他给这个叔叔啊，拿。谢谢你们，请回，从这里中间穿过去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你就怎么着？我爱你，宝宝，嫁给我。我愿意。同意了吗？愿意。大声点。我愿意。我就再也不喝酒，再也不下厨。我相信。你们俩这老吵架多久没接吻了？我要回家结婚去了。